当未婚妻又一次拿领证要挟我时，我二话不说，拿起手机就切断了和他的所有联系。朋友之间的聚会，只要有他在场，就绝不会出现我的身影。校庆活动请他登台表演，我便提前起身离场。公司要和他的公司开展合作，我立刻打包走人。就算是大年30，他来我家拜年，我也借口外出，电话拉黑，好友删掉。我要的就是这种干干净净、断得彻彻底底的结局。我不主动找他，也让他彻底见不到我的人。过去的12年里，我大半的光阴都耗在了对白宁冰的痴恋爱慕中，掏心掏肺的照料他的衣食住行，把他捧在手心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直到今天第9次站在民政局门口被他当众丢下后，我才彻底醒悟过来，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下去了。就算往后余生孤身一人，也好过日日夜夜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屋子，像条摇尾乞怜的狗一样，去等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承诺。北方的深秋，风刮在脸上，像刀割一样疼。民政局大厅里人声鼎沸，到处都是洋溢着幸福笑容的新人，他们手里拿着鲜红的结婚证，互相依偎着拍照留念。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填表台前，手里攥着那张已经被揉出褶皱的结婚登记申请表，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就在3分钟前，白宁冰接到了禽兽的电话，电话那头，禽兽的声音带着刻意的柔弱和哭腔：“宁冰，我的布偶猫突然不吃东西了，一直吐，我好害怕，你在哪里？能不能来看看我？我一个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那一刻，白宁冰原本还在不耐烦地翻看申请表的手瞬间顿住了，他猛地站起身，脸上的焦急和心疼根本掩饰不住，仿佛天塌下来了一般。方圆，阿寿的猫病得很重，他一个人在宠物医院，搞不定的，我必须马上过去一趟。他一边说，一边飞快地将桌上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塞进限量版爱马仕包里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声音出奇的平静：“白宁冰，今天是我们在3个月前就定好的领证日子，我爸妈早上6点就坐高铁赶过来了，现在正在对面的酒店里和你的父母商量婚礼细节。你现在要为了禽兽的一只猫，在民政局丢下我。”白宁冰的动作停滞了一下，随即眉头紧锁，眼神里充满了厌烦和不解。他转过身，用那种高高在上的，仿佛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般的眼神看着我：“方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冷血？那是一条生命，而且禽兽它有轻度抑郁症，猫就是它的精神寄托，万一猫出了事，它想不开怎么办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为什么要跟一只猫、一个病人计较？”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使出了他百试百灵的杀手锏，他指着我，语气冰冷且带着毋庸置疑的威胁：“我告诉你，方圆，你如果再这么小肚鸡肠，今天这证就不领了，以后你也别想跟我结婚，除非你现在让开，并且给阿寿道歉。”周围正在填表的新人们纷纷侧目，向我投来同情又八卦的目光。如果是以前听到这句话，我一定会立刻服软，我会收起所有的委屈，低声下气的哄他，甚至会主动开车送他去找禽兽，只求他不要生气，只求他还能给我留一丝结婚的希望。因为我爱他，爱得毫无尊严，爱得失去了自我。12年的青梅竹马，从高中到大学，再到步入社会，我把所有的青春都砸在了他身上。可是今天，看着他那张精致却冷漠的脸，看着他为了另一个男人对我横眉冷对的样子，我心里那根紧绷了12年的弦突然就断了，没有撕心裂肺的愤怒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崩溃，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的轻松，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高烧终于退去。我清醒了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，那是嘲讽，也是解脱。好啊，我淡淡的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。白宁冰愣住了，他似乎没听清我说的话，眉头皱得更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啊。我伸手拿过他面前那份还没来得及签字的申请表，当着他的面一点一点的撕成了碎片。这证不领了，婚也不结了，你去找你的禽兽吧，祝你们和那只猫百年好合。说完，我随手将碎纸片扔进旁边的垃圾桶，转过身大步向民政局的大门走去，身后传来白宁冰气急败坏的怒吼：“方圆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这样欲擒故纵，我就会低头吗？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。”我没有回头，连脚步都没有停顿一下。欲擒故纵，他太高估自己了，也太低估我的决绝了。走出民政局大门的那一刻，我迎着深秋的冷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从未如此清新过。我拿出手机，干脆利落地把白宁冰的绿泡泡、电话、所有社交账号全部拉黑。既然要断，就断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丝余地。紧接着，我拨通了我爸的电话：“喂，小袁，证领完了吗？亲家这边都等急了，菜都快凉了。”电话里传来父亲笑呵呵的声音，我鼻子微微一酸，但语气依旧平稳：“爸，对不起，让您和妈白跑一趟了，婚礼取消了，证也没领，我和白宁冰分手了。”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下来，过了好几秒，父亲才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是不是冰冰又耍小性子了？两人吵架了？别冲动。”“爸，没吵架，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，他心里没有我，这婚结了也是个悲剧。我现在过去接你们回家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直接去了酒店。推开包厢门的时候，白宁冰的父母还在谈笑风生，看到我一个人进来，白母笑着问：“方圆，冰冰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？”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拉起我爸妈的手，对着白家父母微微点头：“叔叔阿姨，抱歉，白宁冰为了去陪禽兽，在民政局悔婚了，这婚我们不结了，以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这顿饭钱我已经结过了，你们慢用。”在白家父母错愕且震惊的目光中，我带着我的父母毫不留恋地离开了酒店。当天下午送走父母后，我回到了我和白宁冰同居了3年的婚房。这套位于市中心的3居室，是我掏空了所有的积蓄，甚至背上了巨额房贷买下来的。房子里的每一件家具，哪怕是一个水杯，都是我按照他的喜好精心挑选的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一切都恶心至极。我找来了几个保洁阿姨和废品回收站的师傅，只要是女人的东西，全部打包。我指着那满墙的限量版包包，一柜子的高定衣服，梳妆台上价值连城的护肤品，冷冷地吩咐道。保洁阿姨愣了一下，看着那些连吊牌都没拆的奢侈品，犹豫着问：“老板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，好些都值不少钱呢，全当废品处理了，不要了，看着嫌脏。”我点燃了一根烟，靠在窗台上，看着他们手脚麻利地将白宁冰的东西塞进黑色的编织袋里，整整装了10
10几个大蛇皮袋。我叫了一辆同城货运的面包车，给了司机1000块钱，报了一个地址，禽兽的公寓。师傅，把这些垃圾全部扔在那个地址的家门口。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是白小姐的长期同居行李。既然那么喜欢往那边跑，以后就常住那边吧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看着空荡荡了一半的屋子，心里没有半分不舍。我立刻拨通了房产中介的电话，市中心锦绣华庭的那套房，我要挂牌出售。对，就是那套精装修的，低于市场价200万，唯一的要求是全款，越快越好。中介听到这个价格，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，连连保证明天就能找到买家。晚上8点，手机突然疯狂的震动起来。由于拉黑了白宁冰，他显然是通过别人的手机找我。我看着那些陌生的号码，一概拒接，最后直接设置了拒接所有陌生来电。没过多久，我的发小兼好兄弟王腾打来了电话：方圆，你搞什么鬼？白宁冰在我这儿发疯呢，说你把他的东西全扔到了禽兽家门口，还当着禽兽小区的保安和邻居的面让他丢尽了脸。现在圈子里全传开了。王腾的声音里透着兴奋：兄弟，你终于硬气了一回啊！我淡淡的笑了笑：腾子，从今天起，我和白宁冰彻底完了，以后有他在的局不要叫我。王腾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，随即破口大骂：早他妈该这样了，那女人就是个吸血鬼，仗着你喜欢她，把你当狗一样溜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把她从我们兄弟群里踢出去。王腾说到做到，不到1分钟，我就看到微信群里弹出一条提示：白宁冰已被群主移出群聊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虽然没有备注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禽兽的号码。以前他没少用这个号码给我发挑衅的信息。方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和宁冰真的只是清白的知己关系，我的猫今天拉肚子，宁冰只是太善良了才来看看我，你怎么能吃一只猫的醋，还把他的东西扔到我这里？你这样会把宁冰越推越远的。你要是生气，冲我来好了，别折磨宁冰。字里行间茶香四溢，如果是曾经的我，看到这种信息一定会气得浑身发抖，然后失去理智的去找白宁冰质问，最后反被白宁冰倒打一耙，指责我不懂事、不宽容。但现在看着屏幕上那行矫揉造作的文字，我只觉得反胃。我慢条斯理的回复了一条：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，既然你们情投意合，我好心成全你们，那些东西就当是提前随的份子钱，祝你们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另外，别再发短信恶心我，否则我不介意把你们俩在酒店开房的监控录像发到网上，点击发送，拉黑号码，一气呵成。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开房的录像，但对付这种做贼心虚的人，一句话就足够让他们寝食难安。另一边，市中心的高级酒吧里，白宁冰坐在卡座的中央，脸色铁青，周围的朋友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。他真的把你的东西扔到禽兽那儿了？白宁冰的闺蜜沈幼楚小心翼翼地问。白宁冰猛地灌了一杯烈酒，眼眶通红，咬牙切齿地说：方圆长本事了，他居然敢这么对我，他以为这样就能逼我妥协，做梦。他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想要再次拨打我的号码，却发现依旧是无法接通的忙音。冰冰，方圆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气了。沈幼楚看着被拉黑的界面，小声提醒：生气？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白宁冰猛地把酒杯砸在桌上，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嘈杂的酒吧里显得格外清脆。12年了，他哪次吵架不是乖乖回来认错？他离不开我的，他今天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，想让我去哄他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白宁冰绝不低头，最多3天，方圆就会像条狗一样跪在我家门口求我回去。他笃定地宣判着我的结局，仿佛我只是他手中一个随时可以摆弄的玩偶。只可惜他算错了一点，现在的方圆已经死了。第2天一早，中介就带着买家来看房了。买家是一对准备结婚的年轻情侣，看中了这套房子的地段和装修，再加上我降价200万的诱惑，对方连价都没还，当场就拍板全款买下。办理完过户手续，看着卡里多出来的一大笔钱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联系了搬家公司，把属于我的东西搬到了公司附近的一家高档酒店式公寓。那套曾经承载了我对未来所有幻想的婚房，彻底与我无关了。处理完私事，我立刻开车去了公司。我是元启科技的首席技术官，也是公司的核心创始人之一。元启科技在业内有着极高的声誉，而白宁冰的公司正巧是我们今年最大的合作方。3天前，白宁冰的公司因为系统漏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，是我力排众议，接下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烂摊子。今天原本是白宁冰来公司签合同，并且由我亲自交付核心修复代码的日子。我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，把一份辞职信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轻轻放在了桌子上。董事长老李看着我，满脸震惊：方圆，你疯了？元启正在筹备上市，你现在要走？我平静地看着老李：李哥，对不住了，私事，我和白宁冰分手了。老李是个聪明人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元启和白氏的合作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如果我留下来，就不可避免的要和白宁冰接触，甚至会被他以此为把柄来拿捏，我就不能不走吗？我不让他负责这个项目就行了。老李试图挽留，我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决：李哥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我连空气都觉得浑浊。这股份我按市价打8折转给你，算是补偿公司的损失。老李看着我决绝的眼神，叹了口气，知道我已经铁了心，只能无奈的签了字。上午10点，白宁冰带着禽兽和一群助理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元启科技的大堂。他穿着一身高定职业装，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，气场全开，脸上带着势在必得的冷笑。他今天来就是为了在所有人面前羞辱我，逼我低头认错，让方圆下来见我。白宁冰走到前台，语气高傲，告诉他10分钟内不出现，不把代码交出来，白氏和元启的合作立刻终止。前台小姑娘脸色有些尴尬，支支吾吾地说：白小姐，方总他怎么了？不敢见我了？
还是又在耍什么脾气？白宁冰冷哼一声，你告诉他，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我已经看腻了。他如果还想保住他的工作，就立刻滚下来给我和阿寿道歉。站在他身旁的禽兽装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，轻轻拉了拉白宁冰的袖子。宁冰，别这样，方哥也是太在乎你才会吃醋的。只要他愿意把代码交出来，昨天的事我也不怪他了。就在这时，老李带着几个高管从电梯里走了出来。白小姐好大的威风啊，在我们缘起的大堂里大呼小叫。老李脸色冰冷，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们的表演。白宁冰看到老李，脸色稍微收敛了一些，但依旧带着傲慢。李董，我不是来找茬的，我只是来找方圆交接工作，麻烦您让他出来吧。我知道他就在楼上躲着我。老李突然笑了起来，那笑容里满是嘲讽。躲你？白小姐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老李冷冷地看着他。方圆今天早上已经正式辞职了，他卖掉了手里所有的股份，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缘起的人了。什么？白宁冰脸上的傲慢瞬间凝固，瞳孔猛地收缩，失声尖叫起来。不可能，缘起是他一手做起来的，他马上就能拿到上市期权了，他怎么可能辞职？他一定是在拿辞职威胁我。老李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把辞职报告的复印件拍在了前台的桌子上，白纸黑字，白小姐自己看。另外，既然方圆走了，那个修复系统的项目也就此终止，我们缘起没有方圆的技术，接不了你们白氏的盘，白小姐请回吧。至于违约金，我们法务部会和你们对接。轰的一声，白宁冰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死死地盯着那张辞职报告上方圆的熟悉签名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晃了晃。他辞职了，为了躲开他，为了不跟他合作，他连奋斗了5年的心血，即将到手的千万期权都不要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白宁冰喃喃自语，脸色惨白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开始在他心底蔓延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方圆这次好像不是在赌气，他是真的在斩断和他的一切联系。阿寿也慌了，白氏如果挺不过这次危机，白宁冰就会破产，那他这条寄生虫还怎么吸血？宁冰，方哥他到底去哪了？快给他打电话啊！阿寿焦急地催促。白宁冰如梦初醒，颤抖着手拿出手机，却依然是那冰冷的提示音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拉黑还是拉黑？去找他，去他家里找他。白宁冰像疯了一样冲出缘起科技的大楼，驱车直奔锦绣华庭。一路上，白宁冰不知道闯了多少个红灯，他的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，骨节泛白。方圆，你一定在家里等我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就会服软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他咬着牙，死死地压抑着心底那股越来越强烈的恐惧。到了家门口，他熟练地伸出手指去按密码锁的指纹。第一遍验证失败，白宁冰愣住了。他又试了一次，还是验证失败。怎么回事？锁坏了吗？他用力地拍打着防盗门。方圆，你给我开门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？开门！门突然被人从里面猛地拉开，一个满脸横肉、光着膀子的大汉皱着眉头站在门口，怒气冲冲地瞪着他。你有病啊！大白天的砸什么门？白宁冰呆住了，他看着眼前这个完全陌生的男人，又抬头看了看门牌号，结结巴巴地问：你是谁？方圆呢？这是我家。大汉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转身从屋里的玄关处拿出一本鲜红的房产证，直接怼到了白宁冰的脸上。看清楚了，老子昨天刚全款买的2手房，今天刚过户换的锁，什么方圆不方圆的，这房子现在姓王，再敢来砸门，老子报警抓你个神经病！砰！防盗门在白宁冰面前重重地关上，震得他耳膜嗡嗡作响。他呆呆地站在走廊里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，双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了地上。房子卖了，方圆把他们准备结婚的房子卖了，昨天刚卖的，就是在他撕碎结婚申请表的当天，他连夜处理掉了他们之间最后的羁绊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留恋，只有雷厉风行的切割。直到这一刻，白宁冰那高高在上的自尊心终于被彻底击碎，化作了无尽的惶恐和绝望。方圆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他捂着脸，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发出了压抑而痛苦的呜咽。而此时的我，正坐在市中心最高档的茶楼里，和一家顶尖跨国科技集团的亚太区总裁喝茶。我的辞职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不到2个小时，各大猎头的电话就打爆了我的新号码。我最终选择了这家实力远超白氏，并且是白氏最大竞争对手的集团，出任大中华区技术总监。签完合同后，总裁笑着举起茶杯：方总，欢迎加入。听说白氏企业现在的系统瘫痪问题很严重，他们可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人修复呢。我抿了一口茶，眼神毫无波澜。商场如战场，既然他们技术不过关，被淘汰也是迟早的事。离开茶楼时，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。我撑开伞走进雨中，连空气都觉得无比自由。没有了白宁冰这个沉重的枷锁，我的人生仿佛重新插上了翅膀。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我的生活出奇的平静且充实。新公司的工作节奏很快，我也迅速组建了自己的团队，投入到了新的研发项目中。而白宁冰却彻底陷入了疯狂的寻找中，他像是一个溺水的人，拼命的想要抓住任何一根能够联系到我的稻草。他开始疯狂的骚扰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。王腾的酒吧被他连着闹了3个晚上，直到王腾忍无可忍，直接叫保安把他扔了出去，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骂：白宁冰，你现在装什么深情？以前方圆像条狗一样跟在你身后的时候，你是怎么作践他的？禽兽随便一个电话就能把你叫走。方圆发着高烧在雨里等你2个小时，你回过一条信息吗？现在他不要你了，你又开始发疯了。晚了，我告诉你，方圆现在过得比谁都好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王腾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白宁冰的心里，他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，竟然真的能做到如此绝情。他又跑去了我的老家，可是早在决定辞职的那天，我就已经托关系在南方的一座宜居城市买了一套海景别墅，把父母接过去安度晚年了。白宁冰敲开我老家旧房子的门时，面对的只有空荡荡的屋子和邻居们看好戏的眼神。方家早就搬走了，听说小袁在外面发了大财，接爹妈去大城市享福了。哎，多好的孩子啊！听说差点被一个不懂事的女人给毁了。邻居大妈的闲言碎语成了压垮白宁冰的又一根稻草，所有人都联系不上我，我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将他彻底隔绝在了我的世界之外。极度的恐慌和绝望之下，白宁冰和禽兽爆发了剧烈的争吵。白氏企业
企业的系统因为没有我的修复彻底崩溃，几个大项目接连流产，面临着数千万的赔偿，公司资金链断裂，白宁斌焦头烂额。而这个时候，禽兽不仅没有帮忙，反而还私下里转移了公司账上仅剩的一笔流动资金，准备跑路。白宁斌在机场截住了禽兽，看着那个曾经他无比心疼、觉得柔弱不能自理的弟弟，此刻却满脸狰狞地护着怀里的银行卡和另一个富家千金。白宁斌只觉得五雷轰顶，禽兽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我为了你连方圆都不要了，你居然卷我的钱跑！白宁斌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冲上去，死死揪住禽兽的衣领，禽兽一把将他推倒在地，冷笑着说：“白宁斌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什么叫为了我？你不过就是享受方圆对你的好，又贪恋我对你的吹捧罢了。你自己作死，把方圆逼走了。现在公司破产了，你变成了一个穷光蛋，我不跑，留下来陪你喝西北风吗？你这个畜生！”白宁斌绝望地哭喊着。就在这时，周围的围观群众里有人认出了他们，很快视频就被发到了网上。当我在新办公室里看到这条热搜视频时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白宁斌为了一个绿茶男，放弃了一个真心爱他的人，现在被反咬一口，落得个人财两空，也是他咎由自取。时间转眼到了年底，大年30，城市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，万家灯火，喜气洋洋。我谢绝了公司同事的聚餐邀请，独自一个人在公寓里煎了块牛排，倒了一杯红酒，正准备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喂，请问是方圆方先生吗？这里是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。电话那头传来护士焦急的声音，有一位名叫白宁斌的患者在暴雪天出了严重的车祸，现在正在抢救。他的手机里只有一个紧急联系人，写的是此生挚爱方圆，我们怎么都联系不上他的家属，您能尽快过来一趟签个字吗？他需要马上做手术。我端着红酒杯的手微微一顿，看着窗外飘落的大雪，此生挚爱，多么讽刺的4个字。在他一遍遍为了禽兽抛下我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想起来我是他的挚爱？在他拿领证当筹码威胁我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对不起，护士。我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没有一丝涟漪。您打错了，我不认识什么白宁斌。可是病人在昏迷中一直叫着您的名字，一直在说方圆。对不起。小护士显然有些于心不忍，我轻笑了一声，那笑声里没有温度。是吗？那麻烦您转告他，我不接受他的对不起。另外，我和他没有任何法律或血缘上的关系，我无权签字。你们可以联系警方，让他们去寻找他的直系亲属。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没有给护士再说话的机会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，举起酒杯，轻轻抿了一口红酒，苦涩但回甘。我的心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和失望中被他亲手磨成了石头。就算他今天真的死在手术台上，我也不会掉一滴眼泪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这次是白宁斌的父亲打来的。看来医院还是通过警方联系到了他们。方圆，白父的声音仿佛苍老了10岁，带着卑微的祈求。冰冰出车祸了，断了2根肋骨，脾脏破裂。医生说他求生欲很低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叔叔求求你，看在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，你来看看他好不好？只要你肯来，叔叔给你跪下都行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脑海中闪过白宁斌曾经那张骄纵不可一世的脸，以及无数次我在寒风中等他的画面。白叔叔，我睁开眼，语气坚决，斩钉截铁。他在民政局为了别的男人丢下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和他所有的情分就已经死绝了。我的12年青春就当是为了狗，如今我不欠他什么，更没有义务去拯救他。您如果是为了他好，就多花点心思去开导他，而不是道德绑架一个已经被他伤得体无完肤的陌生人。大年30的，祝您新年快乐，以后请不要再联系我了。嘟嘟嘟，我切断了所有的通讯，将手机关机，扔到了沙发上。这个大年30，没有白宁斌的打扰，没有无休止的争吵和讨好，我过得无比轻松。年后，公司为了开拓海外市场，决定派我前往欧洲，担任海外分部的负责人，为期5年。这正合我意。登机的那一天，天空放晴，万里无云。我拉着行李箱走在机场的大厅里，就在我准备过安检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凄厉而沙哑的呼唤声：“方圆！”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，转过头，距离我10米开外的地方，站着一个骨瘦如柴、脸色惨白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女人，是白宁斌。她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宽大病号服，外面随便裹了一件大衣，头发凌乱，眼神空洞。看到我转过头，她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连滚带爬地朝着我冲了过来。方圆，求求你别走，别扔下我！她扑倒在我的脚边，死死地抱住我的腿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大厅里的旅客纷纷停下脚步，诧异地看着这一幕。我错了，方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白宁斌把头埋在我的膝盖上，浑身剧烈地颤抖着。禽兽是个骗子，他骗了我的钱，骗了我的公司，只有你，全世界只有你是真心对我的。方圆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去领证，我现在就跟你去领证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任性了。他哭得那么绝望，那么凄惨，仿佛失去了全世界。如果是以前，看到他掉一滴眼泪，我都会心疼得不知所措。可现在，我低头看着他，心里竟然生不出一丝一毫的波澜，就像是在看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我静静地任由他哭了一会儿，然后弯下腰，一根一根的用力掰开了他紧紧抓着我裤腿的手指。白宁斌惊恐地抬起头，满眼乞求地看着我。白宁斌，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声音轻缓却字字诛心。你的眼泪现在对我来说一文不值，你不是在后悔失去了我，你只是在后悔失去了那个永远会在原地等你，永远会对你无底线包容的避风港。你被禽兽骗了，公司破产了，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了我这条忠诚的狗。可是白宁斌，狗被踢得多了也是会跑的。我看着他瞬间失去血色的脸，后退了一步，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那个爱你爱到没有尊严的方圆，已经死在了民政局门口的那个秋天。以后各自安好，此生不见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转身拉着行李箱大步走进了安检通道。身后传来了白宁斌撕心裂肺的哀嚎声，那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绝望，久久回荡在机场的大厅里。但我没有回头，一次都没有。5年后，欧洲某
某个宁静的庄园里，我正坐在摇椅上，看着2岁的女儿在草坪上追逐着一只萨摩耶。我的妻子端着切好的水果，微笑着走到我身边，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。刚才王腾打电话来了，妻子笑着说，他说国内分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好了，让你不用操心。我揽过妻子的腰，笑着点了点头，辛苦他了。对了，妻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道，王腾还八卦了一件事，他说那个白宁斌。我剥葡萄的手微微一顿，随即恢复了自然。他怎么了？听说他后来受了刺激，精神出了点问题。白氏破产后，他家把房子都抵押了，他现在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。王腾说，每年到了你们原本打算领证的那一天，他都会穿上一件旧婚纱，去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就是一整天。别人问他干什么，他就说他在等她老公来接他领证。妻子的语气里带了一丝叹息。我静静的听完，将剥好的葡萄喂进妻子的嘴里，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温暖而明媚。是吗？我淡淡的笑了笑，声音随风飘散。我不认识他，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可买。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有些心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。我站起身，迎着阳光走向了我的妻子和女儿，属于我的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全剧完。